在英国首相斯塔默执政即将满月之际，有消息指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计划于9月访华。新任工党政府上台后，曾就对华关系提出竞争、合作、挑战3原则。在眼下英国自身面临多重复杂问题之际，中英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合作机遇和挑战？来看看报道。据参考消息援引英国《卫报》10号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拉米正在就下月的北京之行进行磋商。报道称，尽管目前尚未正式确认访问的具体日期，但这表明了英国希望恢复与中国高层接触的意愿。针对拉米此次计划访华，英国工党政府此前表示，此行旨在增强英国了解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能力。英国外交大臣上一次访华还是在去年8月30号，时任外交大臣克莱弗利成为时隔5年第一次访华的该职位英国高官。尽管行程只有短短1天，但仍被外界视为平衡中英关系的一次重要努力。相关人士表示，此前在保守党领导下，除了克莱弗利的那次访问，英国没有再与中国进行类似的高层接触。工党新政府上台后，首相斯塔默曾谈到与世界其他国家重新连接。如果这其中不包括中国，那么也就算不上真正的重新连接。在新工党的这个外交全盘的这个大局中呢，可能中国在于一个重要但不紧急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那么拉米上任以来，首先是在欧洲进行了一轮的这样的一个穿梭外交，重点聚焦这个欧洲的安全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这个英国与欧盟的这个合作问题。它是需要处理掉这种周边方面的这种紧急事态以后，再去重新的这个调试这个大国关系，以为它这个工党在中长期的这种外交布局以及未来拓展这个国际合作空间进行这样一个谋划。就在上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万象会见了拉米。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表示将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对华关系，愿同英方一道发展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同时加强国际事务沟通协调，承担应尽职责，共促世界和平。针对此前有媒体披露，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计划对中国进行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本月7号曾表示，中方对加强双边交往合作始终持积极开放态度，希望同英方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中英关系取得新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世界。今年7月4号，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终结了保守党连续14年执政的历史。外界注意到，拉米曾在今年5月表态称，工党如果赢得大选，就会在新政府组成后100日内重新评估英中关系。他在一场演说中批评保守党过去14年对华政策摇摆不定，而工党将会保持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奉行竞争、合作和挑战的所谓3C 原则。长期以来，在对华立场上，英国采取了与美国类似的表述，如视中国为所谓系统性挑战等。有观察指，考虑到各种矛盾和复杂性，工党新政府在其对华政策中唯一可行的策略是就事论事，将具体问题与更广泛的对抗区分开来，在不升级冲突的情况下推进有限合作。那么英国工党的政府，它处理对华关系上面，那么也是面临着内外这个多重的压力。在这个外部来看呢，美西方这个整体上面的这个对华认知是的一种负面的这个倾向，它实质上呢也是给它的这个政策注入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保守党、反对党那么也会紧紧的盯着这个对华认知作为它来抹黑或者是攻击工党以谋求选举利益的这样一个抓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工党它在处理对华关系以及整体的这个外交平衡中，它要布局到各方面的这个力量，都会给这个中英关系注入的一些这种复杂性。眼下，英国自身正面临着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多重严峻挑战。连日来，英国多地围绕政府移民政策爆发抗议和冲突。截至当地时间10号，部分地区的骚乱仍在持续。英国警方11号宣布，目前已有779人在连日的抗议活动中被捕。此外，英国的财政状况堪忧，自上台以来，工党政府持续不断向公众哭穷。首相斯塔默多次宣称英国已经破产，新发现的财政亏空达到200亿英镑。
新任财政大臣里夫斯因而考虑延迟或取消部分铁路和公路建设项目。尽管有分析认为，工党政府此举是为了向前任保守党政府甩锅，也为今年下半年的英国财政部公布预算计划铺平道路，但相关表态仍然引发了外界的强烈质疑和担忧。有学者指出，英国国内的焦头烂额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外政策，因此，工党政府需要在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与应对国内和国际政治压力之间取得平衡，通过精心设计来促进贸易和投资，同时确保安全和战略一致性。在这个英国自身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特别是那么保守党因为它自身的这个执政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攻击跟刁难，他为了争取自身的这个选举利益，那么他会回避掉他过去在国家治理领域所面临的一些失败跟失误，而反而会紧盯着工党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这个对华政策上加以这个观察，这些方面呢实际上都会给这个中英关系朝着一个务实合作的这个方向发展呢，是在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制约。实际上，除了绿色经济，在中英长期深厚的经贸关系背景下，两国在健康医疗、消费、金融、旅游以及国际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潜能都被双方业界人士所看好。近来，中国围绕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和利用外资，推出了一系列重磅举措，对在华外企释放了充分的积极信号。广东英国商会副会长马克·科雷顿已来华工作生活近20年。他日前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强调，英国企业始终相信中国仍有大量投资机遇。如今，英国工党新政府上台，他期待中英双方在加强经贸往来方面能有更多对话。With the new British Prime Minister Starmer just taking office,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for future UK-China relations? Speaking as a British business owner in China, I am quite excited for what the future holds. We've had some instability in the UK, as you know,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So having a new government, I think, to reset the relations is good. I hope that Lammy will visit China soon. I want to see more visits, both ways, with various ministers. The more visits we have, the more communication, the more engagement, I think will be really good for the relationship. 与此同时，11号晚间，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一座冷却塔遭到严重破坏。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当晚20时，乌军用无人机对扎波罗热核电站2座冷却塔中的一座进行了2次直接袭击，导致设施内起火。现场急救人员在晚上23时30分之前扑灭了大火，冷却塔的内部遭受了严重破坏。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这次袭击可被定性为乌克兰当局实施的核恐怖主义行为。相关专家将在情况允许时，对冷却塔是否存在倒塌的威胁进行评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是俄罗斯方面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区域内纵火。目前，核电站辐射指标正常。泽连斯基还称，目前乌克兰正在等待世界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反应，俄罗斯应该为此负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俄乌冲突爆发后，该核电站于2022年3月被俄军控制。战火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战时核安全问题受到外界的持续关注，而俄乌两国则屡次相互指责对方为相关袭击的发起者。有分析认为，如果乌军能够占领库尔斯克的核电站和天然气设施，这将成为乌军未来谈判的重要筹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交战中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避免发生核事故，带来严重核辐射后果。格罗西在声明中提醒各方，在武装冲突期间确保遵守核安全与核安保的7项支柱原则和5项具体原则。他表示，这些原则是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背景下为扎波罗热核电站制定的，但同样适用于库尔斯克局势。原则强调必须确保核电站的本身完整性，无论核电站位于何处。受到乌克兰袭击的这个冷却塔
离开那个核电站本身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呢不可能形成这个核污染、核爆炸，这个应该说影响微乎其微。乌克兰也短期内不可能夺回来，俄罗斯呢也不可能同意用这个核电站去换取乌克兰暂时去控制的那个库尔斯克核电站，这都不可能。所以对两个国家之间的那个战事呢，影响应该说非常小。战事升级需要大量金钱，但乌克兰财政状况不容乐观。乌克兰财政部长谢尔盖·马尔琴科表示，美国国会今年4月批准的价值270亿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以及七国集团领导人已经承诺的500亿美元贷款的发放仍然缓慢。乌克兰仍然缺乏必要的武器、弹药和炮弹。乌克兰政府已提议将战争税从1.5%提高到5%，并且还可能扩大该税的征收范围。这意味着乌克兰人民的生活将更加艰难。